你看他第一个人，他的胸腔和骨盆有什么样的特征呢？胸腔是往前倾的还是往后仰的？胸腔是往后仰的，然后胸腔下面是抬起来的。骨盆呢也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骨盆是朝下的，就是胸腔和胯有一个呈反向的一个特征，也就是后腰在这个弯曲，腹部在拉伸，是这样的一个动作。能不能看得出来，他的胸腔正面是略宽的，是略微朝向我们的。它的骨盆呢，骨盆侧面更宽一点点。这个是一个理解这两个体块的小道具。我们找一下它的这个角度，骨盆是这个角度朝向前面斜下方，胸腔是往后仰，同时往这边转一点。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，这样的一个动作。有了这样的参考，我们再画就很容易了。我在纸上先画一下。我们在判断它胸腔朝向的时候，其实是比较简单的。我们通过这几条线就能够大概把它的朝向、倾斜角度以及正面和侧面的宽度确定准确。然后胯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在这个模特中，它的正面略小一点，侧面略大一点，都通过这几条线体现出来了。那么我们把它变成体块是比较困难的。上课的时候呢，一直在强调让大家去拿一个能够方便你观察体积的东西啊，去参考一下，充电器头啊、橡皮啊、削笔刀、转笔刀都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几条线好确定，但是它的顶面、底面、上面、下面，还有上面的边，这种横向的边、纵向的边，它是不好画的。为什么有的同学把这个画完了之后呢，感觉还 OK， 但是加上顶面呢，就形就变了呢，就会容易画成这种形状了。就是因为你在你的脑海里没有一个体块，在他脑海里缺少一个立体的造型。你判断好了它的正面、侧面、倾斜角度以后，你想象不到它的底面长什么样子，还是顶面长什么样子。所以说，让大家去找一个东西参考一下。你看一个东西在你手里面，它往后一倾斜，能看到的是底面，然后这一条边还有侧面的这条边，它分别往哪边去，就比较清楚了。这是干这个用的。上面和下面啊，上面和下面这里在图片中其实是不容易看出来的，它不是不容易判断的，它不是摆在明面上的，需要你能够想象出来一个立体的方块，然后它在这个角度变化下，各个面、各个边应该是什么状态。有了一个参考，我们就方便把它变成体块，方便去理解它的朝向以及它的状态。胸腔往后仰多少，它的正面在这个角度下能看到多少，它的这个骨盆正面、侧面分别能看到多少，是这个作用。我这项训练是练的这个能力。它这个胸腔远处这一侧应该更高一点，它再往这边转。腰的这一侧是拉伸的，腰的这一侧是压缩的。刚才利用这个小道具，我们分析了它的动态，胸腔往后仰，然后往前一转。有参考之后，我们就画出来这个动作了。这个胸腔和骨盆的状态也基本上符合这个模特。那么它第二个人他是什么动作？我们什么视角？是一个仰视，能看出来吧？这个人比视线的位置要高，所以是朝上看。那么仰视下，它的骨盆和胸腔整体都是往后倾斜的，然后胸腔微微比骨盆再往后斜一点点，是这样的一个动作。我们再快速的画一下，通过这个两侧的边确定一下它的朝向，然后它中间的这条线区分一下侧面和正面，然后骨盆比胸腔在角度再回来一点，然后看一下它两侧肩的高低，这边应该在这儿。一个仰视的躯干、胸腔和胯的这两个方块就概括出来了，比较符合贴切模特的状态，就可以正面和侧面分别看到多少。怎么连接的现在都不用管，胸腔和骨盆之间有点空就可以，别让它们交在一起，然后也别离太远就可以。
那么大家看一下第三个人呢，这个稍微有点难度。第三个是一个从侧面视角看的，从侧面的视角看，本身它体积感就偏弱。这个是一个什么动作？它有什么样的特征？我们再看一下，它的腹部是弯曲的，背部是伸开的，腹部叫屈曲，背部拉伸，所以呢，它是这样的一个动作。我们从侧面的视角看，这边的手臂是撑着的，所以这边的肩要高，远处的肩要低啊，再往那边掰一下。然后它的胯远处的这一侧是抬起来的，所以呢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。你要从其他的角度看一下，它是这样的一个动作。如果你要是有这么一个小道具的话，你在手里摆着看，也会更好去理解。你也可以做一下，这就是一个橡皮加一根弹簧粘在一起。那么如果画的话，胸腔。这个胸腔我们看到是侧面，为了交代出它的体积，稍微的画出一点点它的正面。然后它的骨盆，这个是骨盆的顶面，这里是骨盆的正面。骨盆这个时候是朝向斜上方，它是朝前，也是朝上的。上一个它的胸腔的朝向，它的骨盆的朝向。这个一定要带着分析，带着理解，带着你对体块的理解。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画了那么多的方体、柱体、各个角度的体块让你去练习，就是为了理解在空间当中各个角度的体块长什么样子，你能够想象得出来它的角度变化。有了这个基础，我们才好去理解人体。下面两个难度有点大，带大家再分析一下。看一下第一个，它的胸腔很明显是往前倾的。我们能看到它的很多的顶面，然后呢，能看到这边的侧面一点点，正面看到的一点。同时呢，它倾过来之后，它的右肩，也就是画面中的左侧的肩膀低，大概呢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块。从我这个角度我看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要是通过电视给大家看的话，我还得再调整一下。这样是不是差不多啊？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块，你是不是你看一眼你就知道该咋画了？先把这边的肩降下来，然后这边能看到一点，因为它是前倾的，所以说它侧面、正面都变短了。再强调一个问题，你看我画的时候，什么时候这样来回这样去画一条边了？然后这样去画一条边，你这样画的时候，你看的明明就不是整体，你也不是体积，因为轻轻的线大概一定，各个朝向面一确定，然后确定好了之后，直接一勾就可以了。你描来描去，描来描去，你就像那个心不在焉一样，心思不在这个画面上，不要再这样去描了，听到没？那些喜欢描的同学。然后它的骨盆左边和右边的高度差别不大，但是呢有点倾斜，这边要低一点，这边略高一点，也是往前倾的。往前倾的话，应该能够看到它的上面的面，这边是侧面的面。这个人的胸腔和骨盆的状态，这两个方块我们就归纳出来了，是吧？你稍微的你自己判断不出来的，你稍微拿一个方块，你就对着这个模特你摆一摆，你就知道这方块长什么样子了。在画的时候啊，大家人手都拿一个，拿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呢，必须要拿一个。这个现在是强制的规定，之前让你用的时候不用。后面的这个，它的胸腔骨盆呢，拉伸和弯曲动开到没有，基本上还是一个朝向的。但是我们看它的背面能看到多少？下面第二排第二个，这个背面看到的少一些，侧面看到的多一些。确定一下趋势，确定一下正面，这个背面和侧面。这个是骨盆的背面和侧面。你在这个阶段，如果比例出了点问题，都可以被原谅啊。现在最急需的是，必须你要能够判断清楚
这个方块到底长什么样，它到底在空间中是什么状态，也就是说这各个朝向面能看到多少，这个是首要的任务。能够判断清楚之后，我们再说把这个比例啊控制好，一定要明确啊。我们现在画这个躯干就画胸腔和胯这两块，这两块你要是还画不明白，那你就要反省反省了，为什么这两个小方块还搞不懂？